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上一期视频这一个评测数据我们都放出来了。这个充电头除了温度高的话，功率还是挺足的。文波的话，控制也是在一般的水平，100毫伏左右。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把它拆解开。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咱们话不多说，把它拆开。像这种迷你的充电头，它的接缝的话，正规厂家的产品接缝都是焊得很牢的，我们没办法撬开，直接用切割机把它这里切了。切的差不多了，我们直接把它撬开。这就是220伏的触点部分，然后这里还有一张塑料的麦拉片贴在上面进行绝缘处理。然后这个是主板部分，我们用钳子把它拔出来。拆解这种充电器是有风险的啊，请勿模仿。这个充电器的主板是2块主板构成的，这边竖着一块，这边横着一块。输入端的触点在这里，这边就是 Type-C 口的输出端。这个胶还没有干呢。这种正规产品的东西切下来全是粉末啊，咱们这个切下来全是紫色的粉末。这个是我们取下来的一坨散热胶，竟然还没有干呢，还是湿的。这2块就是用来作为初级、次级隔离的2个塑料片。挨着主板这边这一颗高压滤波电容上面套有一个塑料的硅胶套，清理干净了里面的残胶以后，主板的样子给大家做一个展示，然后我把它全部拆散，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的构造。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2片主板。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首先插头部分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这边触点也是不吸磁的。这里是220伏交流端的触点，然后这里有一颗白色的贴片式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3年一家在电子元器件领域颇具实力的民营企业——深圳市蓝宝安科电子，规格是 3.15 安。耐压250伏，属于蓝宝6125SB 系列抗浪涌型慢恢复保险丝。整流桥适应型号 WR-ABS20MG， 用于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来自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分立半导体器件及研发的企业深圳市沃尔德实业。这是一颗软桥，有着比较平滑的关段特性，规格是2安，耐压1000伏。这个充电器初级的高压滤波电解电容2颗，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专业铝电容固态电容制造商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这2颗电容的规格是15微法，耐压400伏，属于万金源 WH 系列标准充电器专用电解电容。这一颗是这个充电器的一个滤波用的插模工字电感，内部工字磁芯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绕制，外部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充电器的主控芯片适应型号 ETA8056， 来自成立于2017年以创新架构、高性能、高可靠性在业界闻名的公司江苏南通裕泰半导体。这是一颗内部集成高压功率管的准谐振反击式 PWM 电源芯片，内部集成一个 1.2 欧、耐压650伏的 NMOS 开关管，可以工作在 CCM、DCM 模式，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应用。内置可调线路补偿，内置软启动和快速启动电路，具有极低的待机功耗，集成全面的保护功能，保证适配器的安全性、可靠性。主控芯片的旁边这一颗三角芯片就是为主控芯片供电用的一个稳压芯片，同样是来自裕泰半导体，它的适应型号 UBCI， 实际型号是 ETA8020。是一颗输出电流10毫安的稳压芯片，具有极低的静态电流，并具备输出短路欠压过压保护和过热保护。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上面有厂家的适应信息贴在上面，这边有2维码信息。这是初级的输入端，这2根线就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端，黑色的绝缘胶布进行保护。横跨于初级、次级之间，负责调节反馈电压的光电耦合器，适应型号 OR1009。
来自成立于2008年，专业从事光电耦合器及其发射、接收芯片研发生产的销售公司深圳市奥伦德元器件。光电耦合器的背面用于输出抗干扰的一颗贴片式陶瓷外电容，来自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被动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公司四川特瑞祥科技。这颗外电容适应型号 Y1102M， 规格是1000匹法，蓝牙400伏。这颗芯片就是同步整流芯片，适应型号 HDC1012RB， 厂家未知，没有资料。这一颗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一样的也是来自湖南万金源电子，规格是560微法，蓝牙16伏，属于万金源电子 PZ 系列充电器专用固态电容。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适应型号 IP2723T。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快充协议芯片的研发和销售的公司深圳市英吉新科技。这是一款集成多种协议用于 USB 输出端口的快充协议 IC。该芯片已经通过 USB-IF 协会 PD 3.0 PPS 认证，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可为适配器单向输出应用提供完整的 Type-C 解决方案。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有效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降低适配器的成本。这一颗三角芯片，这是一个输出 V80 开关 NMOS 管，适应型号 YC12N02。厂家来自成立于2018年的一家专业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芯片设计研发及销售的企业——深圳优金微电子科技。这个官网是没有查到资料的。这一颗 R2010 为这个充电器的电流采样电阻。Type-C 口这里一共有4颗，这是防静电用的贴片式二极管。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USB-C 连接器，内部舌片的细节看着还可以。充电器壳体内部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器的前盖壳体上面一样的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这个联想 ThinkPlus Mini 20瓦充电器经过评测和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控制不理想，文波控制属于一般，跟苹果的原装20瓦的充电器文波在同一个水平。内部的用料的话还算是可以吧，毕竟是主打性价比的一个产品，10几块钱可以买到这样的产品，我们还在想什么呢？这不比10几块钱的山寨强很多吗？喜欢我视频的铁子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